党的20届三中全会针对经济等多领域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大会闭幕1个月之际，中美金融工作组在上海举行第5次会议，这是中美财经政策领域的一次重要对表，对美方加深理解和准确把握大会的政策精神具有积极作用。此次工作组还宣布，就加强中美金融稳定合作取得2项成果，引发各方高度关注。8月15至16号，中美金融工作组在上海举行第5次会议。事实上，中美金融工作组自去年9月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着平均2到3个月沟通一次的频率。此前，工作组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会议，这一次会议地点选在上海。观察认为，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之一，走在中国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沿，汇聚了大量美资企业，更是中美3个联合公报之一的上海公报的签署地。中美金融工作组在上海开会，传递出多重积极信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双方沟通的多项议题中，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排在首位。从时点来看，此次会议也是7月中旬党的20届三中全会闭幕后首次举行的中美金融工作组会议。不仅美方对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共20届三中全会的政策精神具有迫切性，中方也有必要当面向美方财经专业人士阐释，进行宏观政策层面对表。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是不少美资银行中国区总部所在地，美方也可以实地了解情况，加深认识。实际上，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2个经济体，两国进行金融政策对表，对稳定全球资本市场起着关键性作用。外界注意到，美国商界甚至比政界对中共20届三中全会释放出的改革信号更为敏锐。就在大会闭幕后的第4天，美光科技、高盛集团、苹果公司、联邦快递集团、波音国际集团等美国公司高管就组团访华，以便了解中国的最新政策。分析认为，这也充分显示美国商界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因为上海也是中国和这个全球市场的接轨的重要窗口，那么选择上海作为会议地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它可以展示中国对金融领域开放的重视，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呢，也是表明双方希望通过这个金融合作来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从本次会议的参会部门名单也能解读出更多的信号。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号发布的消息，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和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奈曼共同主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以及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部门参会。会议结束后，工作组还邀请中美双方的金融机构参加了一场圆桌会，聚焦可持续金融，分享了各自的经验与做法，并就潜在的合作机遇交流了看法。数据显示，上海有539家外资金融机构，其中有不少都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在上海开会也便于双方的金融机构参加圆桌会，加入到官方部门的交流中来。有报道称，本次会议旨在加强沟通，并保持双方经济关系的稳定。值得一提的是，圆桌会环节聚焦绿色金融。绿色金融指的是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美国金融产业发达，而包括电动车、光伏产业、风能等。中国的绿色能源产业蓬勃发展，优势也很明显。此外，中美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绿色金融主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引领作用，利益交融空间巨大，摩擦也日渐增大，因此有必要通过磋商来解决问题。会议期间，中国人民银行与美财政部就在中美金融工作组框架下加强中美金融稳定合作签署了换文，互换了金融稳定联络人名单。这2项成果的取得，也是中美金融工作组成立以来的首次，受到外界高度关注。观察指，有了可预期的合作框架和畅通的沟通渠道，一旦出现一些金融压力事件，双方就可以实现迅速联络沟通，避免误解，应对共同挑战。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工作组确定将继续定期举行会议，并举行更多的后续技术演练。根据中方公布的消息稿，中方在会议中对维护双方以及全球金融稳定提出了关切。对当前全球的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而言，美国自身就是最大的不确定性。此前，美联储的大放水触发多国通胀，加息进程又不断扰动全球的股市、债市和汇市。
今年以来，美联储多次释放降息信号，但屡屡举棋不定，引发外界担忧。此外，美国国债近期突破35万亿美元，占 GDP 比值超12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早些时候罕见地批评美国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破坏全球金融稳定。随着中美之间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在加剧，美国对中国我们看到它的这个金融制裁的风险其实是在增加的。这些措施其实是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的波动，增加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的。美国的对华经贸、科技打压也是当前两国关系面临的重要挑战。今年以来，美国一再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给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中国新能源产业贴上产能过剩标签。美国继续实施可能使中美脱钩的贸易和技术措施，阻碍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而将国家安全关切扩大延伸到贸易中，不利于中美正常的经贸往来，也妨碍了中美深化经贸合作的努力。有分析指，不管谁当选下一任总统，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这一点并不会发生改变。管控和稳定中美关系是一个持续不间断的进程。发展中美关系需要切实有力的行动。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经济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双方只有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妥善解决经贸摩擦，扩大双向投资和贸易往来，才能彼此成就，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中美之间呢，它一定是存在一些有分歧的领域，比如说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希望美方不要对中国的企业进行一些非常无理的制裁包括一些技术的封锁，包括资金的流动。那么保护中资企业在美国合法经营的权利。那么这次会议这些共识和框架，我觉得未来不管一个总统他上任，那么都可以为双方在中美在这个金融领域的持续合作呢奠定一定的基础。中美关系紧张也引发亚太国家担忧。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日前在其任内首个国庆日演讲中，也专门提及美国大选的影响。Everyone is watching closely the upcom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he U.S. But whichever candidate wins, it's clear that America'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is hardening. Meanwhile, China is convinced that America is seeking to contain it and suppress its rise. 黄循财表示，中美之间相互猜疑和互不信任的情况势必持续，这不仅影响双方关系，也影响国际贸易安全和合作。作为一个完全依赖贸易和稳定国际环境的小国，新加坡肯定会受影响。观察指出，新加坡持续表达希望中美加强对话合作、控制竞争烈度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地区国家的主流想法。新加坡它在这个中美竞争中的立场一向就是它是保持一种比较中立、比较务实的态度。那么我们看到黄循财他这个表态，其实是反映出他不想选边站。那么其他的东盟国家，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去借鉴。新加坡这样一种策略，其实也是有助于这个东盟在比较复杂的国际局势当中呢，去找到一种自身的安全的和稳定的位置。